上辈子我退休后，儿子求我帮忙带孙子，我体谅小两口不容易，包揽所有家务，还贴给他们全部退休金。直到孙子到3岁，儿媳妇甩出一张账单，声称我住他们的房子就得掏钱，家庭开支必须 AA 制。她要求我补交过去3年的生活费，连我吃了家里一个8毛钱的饺子也算进去。我看着账单找儿子理论，儿子让我再打份零工还钱，别气到儿媳妇了。他漫不经心地说：妈，你就当锻炼身体了，让你打份零工又死不了，还能继续给我们补贴家用的。在睁眼，我回到儿媳王丽要求 AA 制的那一刻，这次我完全贯彻他们怎么不孝了。妈，你过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儿媳妇王丽的声音不是商量，是命令。我刚刚重生就听到了这一句话，还有些发愣。怎么回事？这场景，这语气太熟悉了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到了我媳妇跟我提出 AA 制，并让我补交生活费的时候。还磨蹭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可别装蒜。王丽不耐烦地用那叠纸拍了拍沙发扶手。我有事跟你说，关于这个家的开销，我们得算算清楚了。她立刻把那叠账单甩到我面前。看看这些年，你住在这儿，吃的用的都是我们的，我们压力也大，养孩子供房子，不可能一直白养着一个闲人。从今天起，家里所有开支 AA 制。我颤抖着手拿起那叠纸，果然和上辈子一字不差。哪年哪月哪日，我吃了几个车厘子。不说那天是因为超市打折，王丽让我花钱多买点给孙子做果泥，剩下的几个快坏了，我才吃掉。还有几个橘子，甚至某天早餐，我多吃了一个他们剩在锅里的价值8毛钱的饺子。我每月给他们的退休金，我日夜操劳带大孙子的辛苦，我垫付的房贷只字未提，血液冲上头顶，愤怒和彻骨的寒冷交织。就是这张账单，上辈子我和他激烈争吵之后，我拿着他去找儿子林伟业理论，儿子却像个巨嘴葫芦，最后竟劝我别闹，甚至体贴地为我介绍了夜间保洁的工作，让我用辛苦钱来还债。王丽，你这是跟我算账！当初你们求着跪着让我过来照顾你们，这几年我在这家里当牛做马，带孙子做家务，退休金都填补了你们，你现在连一个8毛钱的饺子都要跟我算。我声音发颤，最终还是没忍住。王丽嗤笑一声，下巴抬得更高。妈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将来伟业不是也要给你养老吗？但你住的吃的用的都是实打实花了我们的钱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何况婆媳。王丽简直就是无耻到了极点，气得我的心口都在发痛。我想撕碎这账单，想狠狠质问眼前这个刻薄的女人，想打醒那个窝在房间里不敢出来的孽子，但我不能。我现在55岁，身体因常年劳累早已不如从前，今天刚做完1天的家务，胳膊都抬不起来，而他们年轻力壮，冲突起来我毫无胜算，说不定会重蹈上辈子死亡的结局。我必须冷静。妈，丽丽跟你说话呢。儿子林伟业不知何时从卧室蹭了出来，站在王丽身后，他眼神躲闪，语气却努力装出轻松和公道。丽丽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，账目清晰一点，避免以后有矛盾。你看，妈，丽丽多细心，账都记着呢。好一个避免矛盾，好一个细心。我死死掐住掌心，用疼痛压下喉咙口的心甜和怒吼。在抬头时，我脸上已挤出了一丝卑微又惶恐的笑。哎，好，我看看。我顺着王丽刚才敲的地方，手指划过那个8毛钱的饺子，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连连点头。丽丽真是会过日子，账目这么清楚，比我强多了。该还，这钱是该还。王丽闻言，显然对我的顺从感到满意，她嘴角得意地勾了勾，瞥了林伟业一眼，仿佛在说：看，你妈也没那么难搞。林伟业似乎也松了口气，他上前一步，用一种施恩般的口吻说：妈，你能理解就好，我们也不容易，你要是手头紧，钱一下子拿不出来，我倒是有个法子。他顿了顿，观察着我的脸色。我们小区物业正缺一个夜间保洁，工作时间灵活，工资现结。你看，你白天在家帮忙看看孩子，做饭，晚上去干几个小时，既不耽误家里事，又能挣钱，两全其美，就当活动筋骨了。活动筋骨，夜间保洁，从晚上10点到凌晨4点，清扫整栋楼的公共区域。那繁重的劳动被他轻飘飘地说成活动筋骨，我胃里一阵翻搅，恶心的想吐。这就是我养大的好儿子，榨干我的退休金和劳力还不够，还要把我最后一点精力也榨出来换成钱，填进他们的无底洞。工作的事，我垂下眼，显得怯懦又顺从。我年纪大了，夜间工作怕身体扛不住，
我再想想别的门路，看有没有晚上能做的零工，行不？王丽皱了下眉，显然对我的挑三拣四不满。林伟业怕逼急了我，连忙打圆场。行，妈，你再想想，反正这机会我给你留意着。他们不再逼我立刻答应，觉得我已经认账了。在他们看来，我已经是砧板上的肉。王丽亲昵地挽住林伟业的胳膊，语气变得轻快。老公，你看，问题这不就解决了？妈通情达理，我们也得为妈想想。等妈开始工作有了收入，不仅我们房贷能早点还上，家里也能宽裕点。是啊，林伟业笑着附和，两人一副桌立情深、规划未来的样子，完全不顾我还将坐在旁边。那妈，你早点休息，明天宝宝6点要喝奶和吃辅食，别忘了。王丽丢下最后一句话，几乎是拉着林伟业兴高采烈地回了主卧。房门没关严，他们刻意压低，却难掩兴奋的讨论声还是飘了出来。老公，妈要是真去做那个保洁，1个月2800，10个月就快3万了，比欠的还多。而且妈的退休金卡还在我们这儿，每月4000多稳稳的，加上这个，咱们压力就小多了。何止是小多，我们可以计划一下，我那辆车早该换了。你不是一直想去欧洲旅游吗？等妈工作几个月，钱攒一攒。还是老公疼我。对了，得跟他说，打工赚的钱得统一交给我管理。他年纪大了，别乱花。声音渐渐模糊，却像一把把烧红的铁签，反复烙在我的心口。这就是我的好儿子，好儿媳。上辈子我就是被这8毛钱的饺子彻底激怒的。我和王丽大吵一架，然后去找林伟业评理，结果得到了更深的背叛。但这一次不一样了，我起身走向我那个只有6平米的储物间改成的卧室，保留好证据和刚才录音，然后我拿身份证、户口本趁夜色快速离开。刚才我已经陪他们演完这场戏，演一个顺从的好拿捏的婆婆。现在我要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想去欧洲旅游，想换新车，让他们做梦去吧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用手机软件订了离银行最近一家5星级酒店。从前我觉得这种地方奢侈的吓人，现在却觉得这是我重获新生该有的仪式。柔软的地毯，安静的环境，宽大舒适的床，我躺在那里，没有立刻睡着。上辈子直到死，我都没为自己活过一天，这辈子我要全部补回来。那白眼狼儿子和媳妇，就让他们自相残杀吧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就直奔银行。在柜台前，我清晰地说：挂失补办。几分钟后，新卡到手，本月退休金安然转入。看着短信提示的入账信息，我长长的、真正的舒了一口气。经济独立才是自由的开始。几乎在我开机的同时，手机就疯了似的震动起来，未接来电几10个，微信消息更是爆炸。妈，你去哪儿了？宝宝哭了半天了，早饭也没做。林伟业他妈，你什么意思？一大早完失踪，赶紧回来，粥都没煮。妈，别闹了行吗？丽丽生气了，你快回来跟她道个歉。孙子大哭的语音，锅碗瓢盆似乎被打翻的录音，还有他们气急败坏的叫骂，一股脑涌进来。我面无表情地听着看着，这就是他们离不开我的原因，不是亲情，只是一个习惯了随叫随到、任劳任怨的免费保姆突然罢工了。我冷笑着，手指轻点，将儿子的微信电话拉黑，儿媳妇的也一样。世界瞬间清静了。不到10分钟，一个陌生号码锲而不舍地打了进来，我猜到了是谁。接通，王丽尖利的声音几乎刺破耳膜：林伟业他妈，你疯了吗？拉黑我们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看看现在家里乱成什么样子，宝宝哭的嗓子都哑了。林伟业上班要迟到了，我妆都没化，就因为你没做早饭没叫我们。你是不是就因为昨晚 AA 制那点破事记恨我？你这老太婆心眼怎么这么小，这么点事就要闹得家宅不宁，赶紧给我滚回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认你这个妈。我甚至能想象她披头散发、面目扭曲的样子。等她那口气歇了，我才慢悠悠地开口：王丽，你误会了。电话那头明显一顿，我一点儿也不记恨 AA 制，相反，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， AA 制非常合理，亲兄弟明算账，何况我们婆媳2个，所以我完全赞同，并且决定严格执行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从昨晚你提出 AA 制那一刻起，我们就是2家人了。王丽语气惊疑不定：你们过你们的，我过我的，我不住你们家，自然用不着住宿费和跟你们 AA 家庭支出了。我的退休金卡我已经补办回来了，
AA 制嘛，以后的房贷你们自己想办法。至于你们家孩子哭，早饭没人做，上班迟到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，跟我这个外人有什么关系？你敢？那是你孙子，这是你家。那是你的儿子，那是你们的家。房子我没出钱买，孙子我白带了3年，还倒贴钱，现在还要我还生活费。这样的家，这样的孙子，我要不起。以后我们 AA 制，没什么事别联系了，我很忙。忙？你能忙什么？你个死老太婆，不就 AA 制吗？我没再听他后面的污言秽语，直接挂断，把这个号码也拉黑。然后我关掉了手机里所有他们可能找到我的社交软件通知，世界彻底清静了。我没有回家，老伴早早去世，我独自拉扯儿子长大，名下也有套小房子，我用不着住儿子家，但我怕儿子儿媳找上门。为躲清静，我直接去了之前就看好的旅行社门店，报了一个品质最好的老年人三亚休闲游，交钱签合同，一气呵成。第二天，我拖着新买的小行李箱，戴着遮阳帽和墨镜，早早到了集合地点。看着周围同样面带期待议论着蓝天大海的老姐妹们，我忽然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，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。抵达三亚，阳光、沙滩、海浪椰林，一切美得像梦。我跟着团，学着其他老太太的样子，穿上鲜艳的裙子，在沙滩上散步，在海里小心翼翼的趟水，品尝新鲜的热带水果。晚上还去看了一场风情演出，我拍了很多照片发在朋友圈。儿子儿媳从别人口中听到我的消息，恨得咬牙切齿，他们疯狂借别人的手机号码给我打电话，我直接换了一张新卡，不理会他们。我可以想象千里之外那个家里的鸡飞狗跳，没有了我这个全天候的保姆，王丽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，手忙脚乱。林伟业没了我的退休金补贴，房贷压力骤增，两人少不了争吵埋怨，但这些都与我无关了，等玩够了再慢慢处理。躺在海景酒店的阳台上，吹着温暖湿润的海风，我终于觉得那压了我一辈子的重担彻底卸下了。我不是谁的母亲，不是谁的婆婆，不是谁的奶奶，我只是我自己。 AA 制，感谢他们用这种最冷酷的方式给了我挣脱枷锁的借口和勇气。等到我玩够了，从三亚回到老房子去住，没休息够2个小时，房门砰砰砰砰的被拍响。妈，我知道你回来了，快开门！儿子一脸憔悴地站在门口，神色十分难看。儿媳妇王丽也骂骂咧咧的：“死老太婆，躲什么呢？你这半个月跑三亚玩得开心，留下一大堆烂摊子给我们收拾，哪有你这样的婆婆和妈？”周围左邻右舍都好奇地探出头来，两人的神色更加难看。王丽趁机宣扬我的恶劣：“你们来给我评评理，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个婆婆？我们小家忙得不可开交，她答应了要来给我们搭把手，结果不仅跑到三亚去玩，还偷偷拿走了我们家的钱，只丢下一个大烂摊子给我收拾，不说帮我们，甚至害得我们连这个月的房贷差点都还不上。”邻居被他误导，竟然有2个人给他打抱不平了几句。我打开门锁的监控摄像头，打电话叫来物业和安保。砰的一声，我猛地拉开了房门。王丽和林伟业一个趔趄差点栽进来，他们脸上还残留着怒气冲冲和一丝猝不及防。周围邻居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，带着探究和好奇。妈，你谁是你妈？我可当不起你林伟业的妈，也当不起你王丽的婆婆。我上前一步，目光如刀，先看向王丽。王丽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偷你们家钱，留下一堆烂摊子。不等他反驳，我立刻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音量调到最大，播放了之前保存好的录音片段。家里所有开支 AA 制，你住这房间每月1000块住宿费，过去3年你在这个家消费的所有东西我们都记了账，一共28363块5毛，还2万8就行。你吃了家里面一个8毛钱的饺子，你也得算在里面。录音放到8毛钱的饺子时，围观邻居里已经响起一片不可置信的抽泣声和低声议论。我暂停录音，指着脸色开始发白的王丽和林伟业，痛心疾首地对着众人说道：“大家听听，都听听，这就是我的好儿媳。我退休后，是他们求我过去帮忙带刚出生的孙子。3年啊，我当牛做马，家务全包，孩子带大，每个月4000多的退休金1分不留，全贴补给他们还房贷，过日子。结果呢，孙子
待到3岁，能上幼儿园了，他拿出一张账单，连我在家吃个8毛钱的饺子都要我赔钱，还要我 AA 制，要我付房租。这就是他们口中的帮忙搭把手。我的目光转向林伟业，这个我一手养大的儿子。我声音哽咽，带着上辈子无尽的心寒和愤怒。此刻他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。你屁都不放一个，不仅不帮我说句话，还跟你媳妇一起算计我，劝我去做夜间保洁，1个月3000块，好帮你们还着莫须有的债，还惦记着我以后的退休金，计划着拿我的血汗钱去换车，去欧洲旅游。林伟业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邻居们的目光瞬间变成了鄙夷和愤怒，指指点点起来。我的天，这也太不是东西了！8毛钱的饺子都记账，这还是人吗？老太太带孙子贴退休金，到头来落这么个下场，真是狼心狗肺！没见过这么算计老人的，忘恩负义啊！王丽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被众人指责的挂不住，她尖声叫道：“都闭嘴！这是我们的家事，轮得到你们插嘴吗？家事懂不懂？你是林伟业的妈，是我婆婆，帮我们带孩子，贴钱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你的退休金不给我们用，给谁用？你以后老了瘫了，还不是要靠我们儿子养老？现在让你出点力，出点钱怎么了？无私奉献不是应该的吗？无私奉献，应该的。我被他的无耻言论气得浑身发抖，但更多的是心冷后的决绝。王丽、林伟业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从你们拿出那张 AA 制账单开始，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应该了。养老我不指望了，我就当我没生过这个儿子。以后我是死是活跟你们没关系，我的退休金我1分1毫都不会再给你们，我的日子我自己过。现在请你们立刻离开我家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就在这时，物业经理带着2名安保人员匆匆赶了上来。怎么回事？谁在吵闹？我立刻指着林伟业和王丽说：“经理，这2人不是我家人，在这里闹事骚扰我，严重影响邻里安宁，请让他们离开。”林伟业急了，推开安保人员就想往里挤。什么不是家人？我是他儿子，这是我们的家事。妈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咱们进去好好谈谈。宝宝需要你带，家里离不开你。你的退休金卡先给我，房贷这个月真要逾期了。好好谈谈，还想骗我的退休金？积压了2辈子的怒火和屈辱，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我猛地抬手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啪！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，狠狠扇在林伟业脸上。他被打懵了，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啪啪，紧接着又是2记毫不留情的耳光。啊！王丽尖叫起来。我甩了甩震得发麻的手，盯着林伟业瞬间红肿起来的脸，一字一句冰冷彻骨。这3巴掌打你枉为人子，不孝不仁，纵妻欺母，狼心狗肺。林伟业，从今往后我没你这个儿子，现在立刻给我滚！你敢打我老公？老不死的，我跟你拼了！王丽见状疯了一样张牙舞爪，就要扑上来推搡我。我早有防备，侧身一闪，同时反手又是狠狠一巴掌扇在他凑过来的脸上。啪！比打林伟业的那声更响。王丽被我扇得眼冒金星，差点摔倒。她妆容精致的脸上顿时浮现出清晰的旨意：你打我，还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大家看清楚，也请物业同志和安保看清楚，监控都拍着呢。我指着门口上方新装的微型摄像头，是他先动手要推我，我这是正当防卫。像这种不敬长辈、心思歹毒，还想动手伤害老人的东西，打1巴掌都是轻的。林伟业和王丽这才惊恐地抬头，他们看到了那个闪着红点的摄像头，脸色瞬间惨白如纸。刚才他们的嚣张、威胁、推搡、辱骂全被录了下来。不，妈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林伟业还试图挽回，声音带着慌乱：谁跟你们是一家人？带着你的好媳妇滚！物业同志，请他们离开。如果他们再不走，我立刻报警告他们骚扰、诽谤、意图伤害，并且我会带着这些监控录像去他们俩的工作单位，找他们的领导好好说道，让大家都评评理，看看他们这种德行还配不配待在现在的岗位上。
这句话彻底击中了他们的要害。林伟业和王丽都是好面子、看重工作的人，尤其是王丽，在单位一直营造着精致白领的形象。若真闹到单位，两人前途尽毁。两人脸上血色尽失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毒、惊恐，还有一丝难以置信。他们从未想过，一向逆来顺受、软弱可欺的我，竟会如此强硬决绝，且早有准备。好，你狠，我们走。林伟业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，眼神阴火。王丽还想说什么，被林伟业死死拽住胳膊。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！他回头狠狠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仿佛淬了毒。看什么看？还不滚！等着我报警吗？我毫不退缩地瞪回去。最终，在物业和安保人员的严肃催促下，在周围邻居们毫不掩饰的鄙夷目光和指指点点中，林伟业和王丽像两条丧家之犬，灰头土脸、狼狈不堪地被请出了楼道。我关上门，背靠着冰凉的门板，缓缓吐出一口憋闷了太久的浊气。我知道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，他们不会轻易罢休，但我不怕了。从重生那一刻起，我就不再做那个委曲求全、任人宰割的母亲和婆婆。我的退休金、我的房子、我的后半生都由我自己主宰。王丽和林伟业被我当众打脸驱逐后，消停了没2天，更恶毒的招数来了。先是家族微信群里突然炸了锅，三叔公艾特我：秀芳啊，怎么回事？听小伟媳妇说你拿走了他们的钱，还丢下孙子不管自己去享福，这不像话啊！一家人有话好好说。紧接着，堂妹、表嫂，甚至几个平时不怎么联系的远亲都跳出来，语气或劝导或指责：大嫂，丽丽年轻不懂事，你是长辈多担待，闹成这样多难看。方姨，小伟是你亲儿子，孙子是你亲孙子，血脉亲情割不断了，快回去帮帮他们吧。听说他们房贷都要还不上了。就是当妈的哪能真跟孩子计较？你拿走家里这么多钱，跑去旅游像什么样子？消息刷了上百条，几乎一边倒地劝我大度回去尽责，甚至第2天住得近的堂弟2口子和一个热心过头的远房表姑直接找上了门。堂弟苦口婆心：你看你把孩子逼成什么样了？小伟电话里都哭了，说知道错了。丽丽是有不对，你教训几句就行了，哪能真不管？秀芳，你男人走得早，你就这一个儿子，你不帮他谁帮他？你以后老了不要人伺候。现在把事情做绝了，将来躺床上后悔就晚了。我看着他们一副为你好、主持公道的神色，心里冷笑。王丽这颠倒黑白、倒打一耙的本事还真是炉火纯青。我一句话没争辩，等他们说完，才慢悠悠地拿起手机。既然大家都这么关心，我就让大家看清楚，到底是谁在胡搅蛮缠，是谁不配为人。我当着他们的面点开微信，找到家族群，然后将早就准备好的几个文件包、录音片段、楼道监控录像，还有那张8毛钱饺子的账单高清照片，一股脑全发了出去。发完家族群，我又同步到了朋友圈，设置为所有人可见。事实胜于雄辩，我问心无愧。发送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堂弟和表姑面面相觑，下意识掏出自己的手机查看。几秒钟后，堂弟的脸色变了，他手指快速滑动屏幕，听着录音里王丽尖刻的 AA 制8毛钱饺子。表姑也看呆了，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。家族群里更是如同被投入了深水炸弹，死寂了片刻后彻底沸腾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是真的，连8毛钱的饺子都记账让婆婆还钱。听听这媳妇儿说的什么话，你的退休金不给我们用给谁用？这是人话吗？还想动手推老人，林伟业就在旁边看着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小伟吗？原来大姐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太寒心了，我们刚才都被王丽骗了，她居然还有脸在群里哭诉卖惨。怪不得秀芳姐心寒，换我也跑。这儿子儿媳吸血鬼都不如。刚才还劝我大度，指责我的亲戚们，态度180度大转弯。他们群情激愤，纷纷艾特林伟业和王丽，骂声一片。找上门来的堂弟满脸羞愧，收起手机，尴尬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对不住，我们不知道是这么回事。王丽她太能编了。秀芳啊，这丽丽咋是这样的人？连8毛钱的饺子都要算计，小伟也不说话，这太不像话了。就是，得赶紧把这事儿圆过。现在清楚了，门在那边，不送。两人如蒙大赦，灰溜溜的走了。我知道经此一事，在家族圈子里，林伟业和王丽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，不会再有人替他们说话，他们休想再用亲情绑架我。然而
我低估了王丽破罐子破摔的狠劲和愚蠢。家族群曝光后没几天，一个陌生号码发来长短信，字里行间满是威胁。我告诉你，立刻把退休金卡交回来，乖乖回来带孙子，把朋友圈和家族群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删了，公开给我们道歉。我盯着这条短信，仿佛能看到王丽那张因嫉妒和怨恨而扭曲的脸。我回复了2个字，干脆利落：做梦。这2个字彻底点燃了王丽的疯魔。她竟然在抖音上注册了小号，发了一篇声情并茂、颠倒黑白的控诉长视频。视频里，她刻意化憔悴妆，眼睛红肿，声音哽咽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恶婆婆欺压、辛苦持家却遭遇背叛的可怜小媳妇。婆婆答应来帮我们带孩子，我们感激不尽，好吃好喝供着。结果她嫌带孩子累，在家里各种挑事，最后竟然偷偷拿走了我们准备还房贷的积蓄，跑去三亚旅游潇洒，留下我们夫妻俩面对巨额房贷和年幼的孩子走投无路。她哭得梨花带雨，我们只是普通打工族，现在真的快要活不下去了，求求大家帮帮我们，劝劝我婆婆，让她把我们的钱还回来，至少回来帮我们看看孩子也行啊。他不经意地透露出我的姓氏、大概年龄、以前的工作单位，甚至我所在的城市区域。精心编织的谎言，加上他极具欺骗性的表演，瞬间点燃了网友们的正义感。这条视频被同城大量推送，点赞、转发、评论飞速上涨，很快冲上了同城热搜榜。这也太不是东西了，倚老卖老，拿走儿子媳妇的救命钱去旅游，这种婆婆该下地狱。第2天，我家门口被泼了红油漆，贴满了辱骂的字条。第3天，竟然有人送来了一个白色花圈，摆在楼道里。恶意的电话、短信轰炸了我的新号码，社交账号评论区不堪入目。我站在一片狼藉的门口，心冷如铁，但手很稳。我先打电话报了警，清晰说明情况，提供威胁短信、抖音视频链接作为证据，指控王丽诽谤、侵犯隐私、煽动网暴。然后我登录了那个很久不用的实名认证的短视频平台账号。我没有哭诉，没有卖惨，只是冷静地将之前发在家族群里的证据大礼包、录音、监控、账单重新编辑，配上简短清晰的文字说明，标注时间线，发布了出去。标题很简单，回应某位儿媳的控诉，事实与真相。同时我报了警，并且提交了这些证据。真相的力量是巨大的，尤其是当苦情戏的主角突然亮出截然相反且证据确凿的剧本时，我的回应视频如同巨石砸入沸水，瞬间引爆了更大的舆论风暴。之前被蒙蔽、被利用的网友们反应过来，巨大的被欺骗感和愤怒让他们调转了枪口。我的天，今天反转，8毛钱的饺子，带孙子贴全部退休金，还要被算账。这媳妇是奥斯卡影后吧？显得也太真了，把我们网友当枪使。看看这账单，看看这录音，这哪是婆婆，这是被吸血的奴隶啊！支持阿姨，阿姨干得漂亮，这种儿子儿媳就该断绝关系。人肉错人了，真正该被谴责的是那对白眼狼夫妻。已举报原视频造谣，举报信已写好，这就发他们单位去。舆论彻底反噬，王丽和林伟业的信息被开盒，工作单位、职务、电话，甚至照片都被扒了出来。无数网友涌向他们的社交账号辱骂，打爆他们的电话。更有愤怒的网友写了实名举报信，发送到2人所在公司的纪律组、人力资源部和上级主管邮箱。还有极端者找到了他们现在的住址，在门口扔烂菜叶、臭鸡蛋，泼洒污物。巨大的压力下，王丽和林伟业的单位顶不住了。为了平息舆论、维护企业形象，2人先后被领导谈话，然后以严重违反公司规定、给公司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为由，双双开除。丢了工作，没了收入，房贷断供，银行催收，房子进入法拍程序，曾经精心规划换车旅游的美梦碎成一地狼藉，还负债累累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更何况这对本就自私凉薄的夫妻。他们开始无休止的争吵，互相指责，都认为是对方先提出 AA 制，把事情搞砸，才招致如今的灭顶之灾。从口角升级到推搡，再到拳脚相加。1天后，儿子带着孙子跪在了我的房子面前，儿子头发凌乱，涕泪横流，哭嚎：妈，你开开门啊！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听王丽的，跟你提什么 AA 制，我已经狠狠骂过他了。妈，我们痛改前非，求求你看在孙子的面上，原谅我们吧，孩子不能没有奶奶啊！他的声音凄厉，引得上下楼的邻居又探头张望。孙子被他勒得不舒服，哭得也大声。我站在门内，心如止水。这迟来的悔悟，不过他们精心设计的苦肉计，无非是因为网暴的压力，让他们丢了工作，没了收入，走投无路之下，想重新抓住我这根救命稻草。他们认的不是错，是穷途末路。
我没有开门，只是提高了声音，透过门缝传出去。林伟业，我说过，从你拿出那张账单开始，我就没你这个儿子，带着你的孩子离开，别在我家门口演这出戏。王丽在网上造谣诽谤，引导网暴我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想着我是你妈？现在证据确凿，我已经报警立案了，法律会给你们应有的交代。现在你们立刻离开，否则我报警告你们骚扰。门外的哭声戛然而止，紧接着是王丽尖利的声音响起，她也来了，只是刚才躲在了楼梯拐角。妈，婆婆，我错了，我给你磕头。她真的扑通跪下，额头磕在冰冷的地面上，砰砰作响，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惶恐。是我猪油蒙了心，是我胡说八道，你撤诉吧，求求你撤诉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你不能这么狠心看着我们死啊！一家人，我冷笑。你们算计我退休金，连8毛钱饺子都要我赔的时候，想过是一家人吗？你们在网上编故事，引着别人来砸我家门送花圈的时候，想过是一家人吗？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我不再理会门外任何哭喊、哀求，甚至逐渐变调的咒骂，直接拨通了物业和辖区派出所的电话。王丽的造谣诽谤和煽动网暴，证据链完整，影响恶劣。尽管他后来试图删除视频，四处哭求和解，但法律的程序一旦启动，便不再由他掌控。最终，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年，缓期2年执行。这个判决彻底断绝了他们妄图通过家庭纠纷模糊事实、逃脱惩罚的幻想。判决书下来的第2天，我就联系了中介，以最快的速度卖掉了老房子，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彻底解脱的心情，我远赴云南。在苍山洱海旁的一个安静小镇，我买下了一个带小院的房子。我种花，养了一只温顺的猫，和镇上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们学做当地小吃，日子平静得如同潺潺溪水。林伟业和王丽当然没有放弃，他们通过各种途径，甚至找到了我最初到云南时短暂使用过的号码。一开始是铺天盖地的短信和电话，语气诚恳，他们忏悔，保证用孙子的未来打感情牌。我面无表情的一一拉黑。当发现所有怀柔策略都石沉大海后，他们的伪装终于彻底撕破。新的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，字字句句都淬着毒液，辱骂、诅咒、威胁，将他们内心最深的怨毒倾泻而出。我平静地取出那张电话卡，轻轻折断，扔进了垃圾桶。我换了一张全新的号码，这一次没有告诉任何一个旧识。我与那段充满算计、背叛和暴力的过去彻底割裂。直到几天后，巡捕的电话打到了我这里。请问是李秀芳女士吗？这里是雄安区公安局，您儿子林伟业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。另外，他们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，目前暂时由邻居照看。您是孩子目前唯一的男方亲属。您看，原来在我走后，王丽和儿子双双失业在家，2个人只能够租住在便宜的城中村。他们跟我 AA 制，白嫖我劳动力和退休金的事闹得轰轰烈烈，人尽皆知。他们找不到什么好工作，只能够互相埋怨，甚至是多次大打出手。终于有一次，儿子酗酒，2人争吵，邻居看到这一幕报警，儿子想要逃跑的时候被巡捕抓住了。现在家里面只剩下一个小孙儿。我握着话筒，声音平静无波，像是在说别人的事。巡捕同志，我和林伟业已经断绝母子关系，有录音和出警记录为证。况且我年纪大了，体弱多病，没有能力，也没有意愿抚养这个孩子。我养了一个白眼狼儿子，不想再赌一次人性。孩子的抚养问题，请按法律规定吧，或者交给社会福利机构。电话那头的巡捕沉默了一下，似乎也知道那件事。他叹了口气，好的，我们了解了。最终，那个我曾经带了3年的小孙子，最终由女方的长辈抚养。我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知道这一切，会不会恨我，但我知道这是我当时能做的，对他，对我自己最负责任的选择。跟着那样一对父母，或者跟着我这样一个心存芥蒂、无法再全心付出的奶奶，她的未来未必会更好。法院的判决很快下来，林伟业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，情节严重，最终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一切尘埃落定，我把过去的恩怨锁进心底最深的角落，不再轻易出口。院子里阳光正好，我养的花开得灿烂，猫咪蹭着我的脚踝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。我拿起水壶，慢慢地给花浇水。过去已然埋葬，未来平静悠长。这一次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